你以为赢者这张牌是在告诉你要孤单一个人吗？其实不是，赢者真正要告诉你的是，当外面的声音太吵，别人的期待太多，人生的方向开始模糊时，你不能一直往人群里寻找答案，你要先回到自己内心，点亮那盏属于自己的灯。在韦特塔罗牌里，赢者是一位白发老人，他站在高山之上，身穿灰色长袍，手里拿着一盏灯，另一只手拄着权杖。他的画面很安静，没有热闹的人群，没有华丽的宫殿，也没有明显的胜利场景。但正因为这张牌如此安静，它反而藏着非常深的人生智慧。赢者站在山顶，代表他不是刚开始迷路的人，而是走过一段路，经历过一些风雪，看过世间起伏之后，才慢慢明白，人生真正重要的答案不一定在最热闹的地方，而是在最清醒的时刻。他手中的灯是这张牌最关键的象征，灯光不大，不能照亮整个世界，只能照亮眼前的一小段路。这告诉我们，人生很多时候不是一次看见全部答案，而是你先看清楚下一步，再走下一步。你不需要现在就知道10年后会怎样，你只需要知道今天这一步是不是清醒，是不是诚实，是不是符合你真正的内心。灯里常被认为有6芒星的象征，代表智慧、指引与更高层次的理解。这不是外界给你的标准答案，而是当你经过沉淀、反省、学习与观察之后，内在长出来的明白。所以赢者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暂时离开混乱，让自己重新找到方向。他的灰色长袍也很重要，灰色不是黑，也不是白，代表他已经不再用简单的是非对错看世界。年轻时，我们常常急着判断谁对谁错，急着证明自己，急着得到认同。但赢者的智慧是，很多事情不是只有一个答案，很多关系也不是只有爱或不爱，很多选择更不是只有成功或失败。真正成熟的人懂得在灰色地带里保持清醒。他手上的权杖象征支撑与信念。当一个人走在高山雪地里，不能只靠热情，也不能只靠幻想，必须有一个能支撑自己的核心。这个核心可能是信仰，可能是原则，可能是长期累积的经验，也可能是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走这条路。所以赢者牌对应到人生，其实就是一个主题，在孤独中找回真正的方向。这个主题如果对应到易经，我会想到艮卦。艮为山，山的智慧是指不是停滞，不是放弃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。人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，往往不是因为完全没有能力，而是因为太急，急着证明，急着选择，急着回应，急着抓住一段感情，急着做出一个决定。可是艮卦告诉我们，该止则止。赢者也告诉我们，当你看不清楚时，不要硬往前冲，先停下来，看清楚自己的心。如果你最近抽到赢者牌，在感情里，它可能是在提醒你，不要因为寂寞就进入一段关系，也不要因为害怕失去就勉强自己忽略问题。你需要问自己，这段关系让你更接近真实的自己，还是让你越来越不像自己？对方给你的是稳定的理解，还是反复的消耗？有时候赢者不是叫你分开，而是叫你先安静下来，不要被情绪推着走。真正值得走下去的感情，不怕你冷静思考，只有不健康的关系才会害怕你清醒。如果你正在暧昧，赢者提醒你，不要只看对方给你的甜言蜜语，要看他长期的行为是否一致。不要急着投入全部，也不要把自己的空虚交给别人填补。你越能独处，越不容易被廉价的陪伴绑住。你越知道自己要什么，越不会被一时的心动带偏方向。如果你在工作上抽到赢者牌，它可能代表你现在不适合盲目跟风。别人都在冲，不代表你也要冲。别人都说这个机会很好，不代表它就适合你。你需要回头检查自己的专业、经验、定位与长期目标。赢者不是一张快速爆发的牌，而是一张累积实力的牌。它告诉你，现在适合深耕、研究、学习、整理经验，
让自己成为真正有判断力的人。如果你在事业选择上感到迷惘，隐者的建议是，先不要问哪一条路最赚钱，先问哪一条路能让你长出真正的能力。因为短期利益很容易变动，但真正的智慧与专业会成为你长期的灯。当你有一天站到高处时，你会发现那些安静累积的时光才是让你不被淘汰的原因。如果你在人际关系里抽到隐者牌，它提醒你，不是所有圈子都值得融入，不是所有热闹都代表被爱。有些人只是怕孤单，所以不停参加聚会，讨好别人，回应讯息，却越来越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。隐者告诉你，你可以选择少一点无效社交，多一点真诚连结。真正懂你的人不会因为你需要安静就离开，真正消耗你的人才会逼你不断配合。如果你最近遇到低潮，隐者不是在说你很可怜，也不是说你被世界遗忘，他是在告诉你，这段孤独可能是人生安排给你的一段修炼。当外面没有人替你鼓掌，你才会开始听见自己心里真正的声音。当没有人替你做决定，你才会开始练习为自己负责。当你不再依赖别人的肯定，你才会真正拥有内在的力量。但是隐者也有需要注意的阴影，他如果走偏了，就可能变成逃避、封闭、冷漠、自我隔离。你以为自己是在沉淀，其实只是不敢面对。你以为自己是在看清楚，其实是在拒绝任何新的可能。所以隐者的智慧不是永远躲起来，而是在安静中整理自己。整理完之后，仍然要带着那盏灯回到人生里。当你遇到重大决定时，隐者给你的做法是，先暂停，不要被催促，不要被情绪勒索，不要因为怕错过就随便答应。拿出一张纸，写下你真正想要什么，你害怕什么，你现在看见的风险是什么。如果1年后回头看，你会不会后悔今天的选择？隐者最强的地方，就是让你从混乱中退一步，站到更高的位置看整件事。当你觉得人生没有方向时，不要急着找人告诉你答案，你可以去学习，去请教，去阅读，去观察，但最后你必须把所有外在资讯带回内心消化，因为别人的建议只能照亮他的路，不能完全替你照亮你的路。隐者手上的灯，终究要由你自己拿起来。所以如果你最近抽到隐者牌，请你记住，孤独不一定是失去，有时候是灵魂正在为你清场。停下不一定是退后，有时候是为了看清楚真正该走的方向。沉默不一定是软弱，有时候是智慧正在成型。隐者不是叫你远离世界，而是叫你不要迷失在世界里；不是叫你拒绝爱，而是叫你先学会不依附；不是叫你放弃成功，而是叫你用更清醒、更长远、更成熟的方式前进。人生最可怕的不是走得慢，而是走得很快，却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。隐者手中的灯虽然微小，但只要你愿意跟住它，你就会慢慢发现，真正的方向不是别人喊出来的，而是你在安静之中一步一步照见的。如果这张隐者牌出现在你的人生里，它可能正在问你，你现在追求的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你现在害怕失去的真的值得你牺牲自己吗？你现在不敢面对的答案，会不会正是带你走向成熟的入口？留言告诉我，你现在的人生是需要继续往前冲，还是其实该停下来，好好听听自己内心那盏灯的声音？